是两只中楷的啊，两只中楷的，一只小楷的，这3支毛笔就可以。有勾的，有皴的，还有专门刷颜色用的就可以。然后这个小楷的，我们画点景的人物啊，建筑、桥梁就用小楷的去画。我们开始从墨稿开始，先画我们近景的部分。我们画的时候啊，都要先处理近景的部分，从近中景、近景、中景、远景这么去处理。我们近景这是2株树，先从画树的时候，先从上面先上后下，然后先画左边的结构，先画左边的结构。画树干的时候，中锋用笔，墨略干。再画右边的结构。他们画的时候啊，先上，从上向下去画，先画左边的这个树干的结构。用笔的时候啊，一定要松一点，要活。看我们画的结构线的时候啊，画这树干的结构线的时候，它要有个线条的转折变化，一个转折的变化。还有把这个树的这个四肢要分出来，前面的、左边的、右边的要分出来，这是后面的。一定要把树的这种前后左右的关系，我们画的时候要交代清楚。我们这是一个，我们画的前面是一个夹叶的部分。你可以在树干的部分加一点结构，皴一下。后面的这也是相同的啊，它是相同的2棵夹叶的树。前后的关系，我们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前后的关系。后面的树画的时候要闪开前面的树，让他一看这个关系，前后的关系，一看就是特别明显。用笔的时候中锋，画树干的时候一定要中锋，树干线条的变化。这样画出的树干呢，一看就是它是有变化，然后丰富，不能单调。如果你看那个线条直着这么一下下来的话，感觉这树它没有生命力。这树干完成以后，叶子，我们画上面的叶子的时候，也是看调好墨，还是在笔尖的部分，我们调一点的墨，
画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从树梢的部分，就树最高的部分，我们开始勾这种我们的介字点。我们讲过双钩的时候啊，加叶树，我们这种介字点、个字点，它有个层次，有个聚散。我们不要说平的去勾，它叶子有互相有遮掩的地方。有遮掩的地方，我们在墨北间的部分，我们调的墨，让它自然的变化。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叶子，画叶子的时候，我们不要画成整个是圆的啊，它要有一个层次不齐的变化，有层次不齐的变化。我们不是说树干就是整个是树叶是圆的，我们是没有修剪过的自然界种的这种叶子，它就是有长得比较高，有凹进去的地方，它的外形也是多变的。我们靠近后面的位置，这叶子可以用我们笔中变淡的部分，我们去画后面的叶子。我们要把笔中那个墨色一定要用到清水的部分，对吧？用到清水的部分，我们再重新调墨。我们现在笔是干净的啊，看了吗？我们的毛笔的都是清水，然后在笔尖的部分调一点墨。再画第二组的这个叶子的部分，这一组的叶子，看上树尖的部分墨色是重的，越往下面呢，这墨色是淡的，这是一组。然后我们调的第二次调的墨，把这个笔中的这个墨色用到特别淡了，到了清水的部分，我们再重新调墨以后，画第二组的部分。还是介字点，我们画这个现代的山水画的时候，画树的时候，这叶子可以放开一点画的时候，不拘泥说特别拘谨的那种，就是介字点啊、个字点，我们可以介字点那边也有个字点，个字点那边也可以有介字点，不要说特别规矩的，我就勾成这种介字点呀、个字点，不用那样，可以说互相都可以有。我们到了墨色淡的时候，我们可以画后面的这种叶子，可以画后面的叶子，让它墨色呢，看有重的，有淡的，有实的地方，后面都是虚的地方。这样把墨色用的特别淡了以后，我们可以重新调墨。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笔中的墨一直在从浓到淡在变化。看笔尖的部分，我们一点的啊，就一点的墨色，还是从前面的书尖的部分开始画，开始画，然后越画墨色越淡，
越画墨色越淡，它自然的就把这个树叶的这种关系、空间关系，就在墨色上，它自然的就有变化，空间就拉开了距离。看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它这个有突出的部分，有缺的部分，我们可以到墨淡的时候，我们就画后面的这种叶子。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空间，这个有密的地方，特别密的地方，也要呢特别透气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疏密关系，叶子的疏密关系。叶子的疏密关系。聚散呢，就是这种关系，就是特别这一块特别密，特别集中。还有呢，一两个叶子单独的出来，这就是叶子的聚散疏密。这种画出来的树啊，感觉它是比较丰富。可以在这个树尖的部分出两个单独的叶子，我们透气的地方要留，聚的地方让它稠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个树的后面，就是树的后面，它还是有景物。我们怎样呢？这后边是一块山坡，就是属于江边的一个坡石。一条清水，看我们笔中是清水，在笔尖的部分，我们沾一点的墨调一下，不要整个这个把那个毛笔的笔锋啊整个摁进去啊，就在我们笔尖的部分调一点就可以。先勾山石的结构，我们在这个树的后面，这个山石是在树的后面，大家看一下它的墨色变化。这个墨是淡的，我们画山石的时候就重一点，知道了吗？这叫对比。山石勾结构，这种坡石我们在基础课里面也讲过，怎样去勾江边的这种坡石。它的用那个笔锋呢，是中锋勾了线以后，呢，用侧锋摁下去，去向下刮。这种结构不是勾出来的，是我们用这个笔的侧锋来看一下，是这样刮出的这个结构。它是在树的后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它一个墨色的一个对比。前面的我们叶子是淡墨，我们后边用山石用重墨把这个淡的部分我们衬托出来，这也是墨色的一种对比。我们叶子是湿的，这种墨是湿色，然后后面山石用墨就干一点，就是干湿的对比。用完笔了以后，毛笔中的墨色用完以后，我们再调，接着再调一个墨色。
让这个山石高一点，山石高一点。这样让它山石有个这个结构啊，是向上的一个结构。它因为是树后边，它后边还有一个山坡，向上的一种感觉。我们是画的是一种水边的江南水边的一种景色，我们可以加一点芭蕉叶。芭蕉叶，画芭蕉叶的时候也是中锋。我们在这个山石的后面补充一颗芭蕉叶子。我们先画这个芭蕉的是画前面，就是说最前面的一颗叶子，让它先勾叶茎的部分，叶茎的部分，再画两边的大的叶片，大的叶片。一定要注意它画芭蕉叶的时候啊，它这种叶子的这种折叠、掩映，这是前面的一个叶子，这是后面的，看它一个掩映的部分，这是前面的叶子，一定要交代清楚，不能让它整个叶子贴在一起。这是后面的一个大的叶片，先勾叶茎啊，先勾中间的叶茎，再画两边的这种叶子，再画叶茎。这交代清楚前面的叶子，这是右边的，后面的。我们画这个漓江的时候，用这个芭蕉叶比较多，这也是一种漓江边的一种小的景色。因为是画的小品，我们不用画那么大的这种场景，就是一种小景，比较简单的、好入手的一种小景。也是在你墨色变化的时候，也是从前面墨重的部分开始画，笔中的墨变淡，我们就正是往后面也是画后边处理后面的景致的时候，随着墨色的变化，我们从前往后去处理。一看这前面的叶子就是重的，讲的这个近处是重，远处轻。我们画后面的这种芭蕉叶的时候，就墨就很淡了。这个墨已经变得很淡了，到最后都是似显非显的。这个墨已经，这个笔中的墨接近清水了都。接近清水。这是一组芭蕉叶在山石的后边，这是三个关系：前面一组树，后边山石，后边是芭蕉，这种三次层次关系。
现在我们要画后面，像前面是要加叶数的话，我们要用点叶数去把前面的加叶数去拖出来。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树丛的这种纵深关系、空间关系，我们用点叶或加叶的这种墨的变化，或我们线条会点面的这种关系去处理。你要画也是调好清水的，把这个笔洗干净以后啊，用清水洗干净以后，我们调一点墨，在笔尖的部分调好以后，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先勾树干，也是啊，先勾树干的部分。先勾树干的部分。哦哦哦！先画树干的部分。我们因为是这个是后面的树，它是掩映在这个假叶树的后面，我们要把这个树上面留的这个枝的部分，只是树尖的部分，不用画的那么太粗啊，稍微细一点就可以，只是露出它后边树尖的部分。看，都是留在树尖的部分。树尖的部分露出来。看我们勾小枝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用笔中锋。画小枝的时候一定要活，要灵动，让这小枝灵动。画的时候用笔啊，一定要稳，特别稳。每一笔啊，我们画小枝的时候，每一笔都要送到，不要飘。画小枝的时候不要飘，不要说我们就是说这样画，不要这样，一定要每一笔把它送到。我们可以点叶，也是把笔清洗干净以后，在笔尖的部分，我们点叶，点一种叫花形的一种点的叶子啊，花形的，就是说这个点是稍微长一点。这种花形的这种点叶，这也是点叶法的一种，就会那个花的形状，就是说会什么呀？比较明显的就是会那种菊花那种形状相似，叫花形的，叫花形点叶。这种点叶的方法。也是注意这个墨色的变化，墨色的变化。我们画树干的时候啊，这个墨可以略微干一点，但是点叶的时候啊，这个墨的水分呢可以多一点，但不要太多，可以多一点，就是比画树干的水分多一点。这样画的叶子呢，它有一种水汽，对吧？你看水汽淋漓的那种感觉，
就出来了。树干的时候，代表了把树干画的苍劲有力，它可以用笔干一点。我们这个表现这种有力啊，线条有力，就是说我们毛笔中的水分可以干一点，有那种飞白那种线条出来了，给人感觉特别有力。看我们画下面的时候，这墨就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一直把我们就是笔锋的里边的墨色接近于清水的时候，对吧？接近清水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调墨。哎，现在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毛笔中的那个墨色就是清水，然后我们在清洗毛笔以后，在笔尖的部分再调，我们再画第二组的叶子，再画第二组的叶子。也是这样，从树尖的部分开始画，树尖的部分开始画，让它墨，看毛笔中的墨越来上面是重的，越往下，这墨色越淡。大家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哎，上面的墨，我们从上面开始画，墨是重的，越往下面画，墨是淡的。这种空间关系就是用墨去表现的。用的特别干净。我们再清洗毛笔，不要怕麻烦。我们画的时候啊，一定不要怕麻烦。就是说调墨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笔中的墨用的到清水部分，再重新调墨。这是我们用墨的关键。这是一组，这是一组，看到吗？在这一组，然后我们在后边怎样处理呢？也是叶子处理一组，点叶，一定要把前面的那种夹叶的部分，我们要把用点叶的部分去互相的穿插，就是互相的衬托穿插变化。这是一组叶子，把我们前面的这个夹叶数要衬托出来。我们有夹叶的部分、点叶的部分，怎样去把这个树丛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幽深的话啊，我们要在树的形状上，这个笔法上一定要有变化。你可以，现在是前面夹叶，后边是点叶，我们在树的这种变化，哎，笔尖的部分调好，还可以用什么呀？用一种长的线条的树，可以用，都是双钩的啊，这种树干都是双钩的，我们可以用单钩这种线条去穿插，去
变化，去变化。如果我们全都是一层层的夹页的话啊，这种树它的空间感也不会有，然后给人视觉上就是说太单调，都是一种夹页的树，太单调。我们可以用这种单钩的这种树，去在这个夹叶树或点叶树中间去变化。看画的时候啊，画线条的时候，用笔一定要稳。然后它树枝的关系，看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种鹿角都是向上的，用鹿角。然后呢，我们树头，哎，一定要有一个长短不齐这种外形，不要画成整个是圆的。随着你的墨色的变化，这后面的就画后边的树。后面的树，这是一组一组的，向后边去推，去处理，一定要把我们毛笔中的这种墨用尽以后，我们才能再调第二次墨。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树枝的部分、小树的部分勾得密一点，因为我们要把上面要点色，点那种颜色的点子。可以把这个树枝的部分用淡的干墨去丰富一下，下面是要这块是虚下来，上面虚下来。这个是可以用我们的这种淡的线条去破一下。这是夹页的一部分，点页的一部分，然后单钩的一部分。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要有变化，画树的时候也要注意有变化。这已经是我们笔中啊特别淡、特别干的一部分，我们就画远处的这种这种单钩的树。这后边也可以破一下。我们用淡的点子，因为这个有芭蕉叶的，可以破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呢，是要画一个江边的一个建筑。画建筑，我们用勾线的，就是我们小的勾线笔。我们用到这个小的勾线笔以后，我们画建筑的时候啊，要注意，
一定要处理一个透视的关系，一定要把这个建筑物的两个面，最少两个面去交代出来，就是说我们要画出两个面来，最少两个面，这样我们所画的这个建筑物吧，它才有这种厚度，才有这种立体感。我们先画，也是先画这个上面的结构线。你调一下墨，也是在笔尖的部分沾一点墨。画建筑的时候也是中锋用笔，墨呢略干。墨略干。我们先画上面的部分，这是因为是画建的时候啊，不用说画的全部，建筑都露出来，可以有掩映的部分，有树啊、山石啊掩映的部分。我们先画上面瓦的部分，然后再画下面。再画下面这个墙的部分，就是我们画的江边，它都是那种上面是瓦，下边就是说上面是建筑，下边是这叫一种有支柱，上边是空的这种江边的这种建筑。结构比较复杂一点，我们不用画的那么详细，因为画建筑的时候啊，像我们画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把大体的这个建筑形状我们勾出来就可以，不用说把什么窗户啊、装饰物啊画的那么清晰。是在江边，它有这个一部分，这个建筑是在岸边水里边，它下面都有一种立柱，去在水里边，然后一部分呢是在岸上，是这样的，临江的一种建筑。这种是栏杆、竖线，这底下的支柱以后还要有横的支撑，不是说全是竖的啊，它还有个横的支撑。横的支撑。这后边都是掩映在这个树的后面，我们不用画。窗户看了吗？我们画窗户，简单的勾两笔就可以，不用画的那么太详细。只要我们把山石的结构或者把建筑的结构它的关系，这个是房顶还有前面的一面、左面的这右面的一面交代清楚就可以，这样就感觉这个建筑它是有厚度的。然后画瓦，我们上面盖瓦的时候也是盖瓦的时候先用淡墨干笔勾个这种结构线，我们就是说怎样去安排这个瓦一层层的有竖线有横线，怎样去安排？我们先画竖线，再画这种横的线，就是我们上面盖的瓦。横线，我们在我们勾的竖线里边
去勾这种横的线。勾这种横的线，可以，它这个线呢可以说并有稀的地方，也有密的地方啊，它有个变化。这是前面的移动，我们画的时候，它有一个方向的变化，这房子要有个方向的变化，不要说都是说冲这个方向的，它还有冲那个左面的、冲右面的都有。我们再勾一个这种侧面的，勾个侧面的江边建筑。先盖我们的顶的部分，看这是一个面，再处理的就是这个侧面。这个两个面交代以后，我们就感觉这个房屋呢，这是有厚度的，它是有空间的啊，不要把它画的成平的了，画一些简单的结构，我们画个简单的结构。简单的结构，这也是啊，掩映在这个树的后面的是江边，这是阁楼，就是说它是这种阁楼的这种建筑啊，江边一种阁楼的建筑。横线都是横线、竖线、横线、竖线，这样去变化的啊。这个建筑勾的时候啊，就注意这几个面，我们只要说透视关系，大体的透视关系，我们勾清楚以后，这个建筑一看，不管它就是说交代了几个面，但是它也是说一看就是说，有个空间关系。这是我一个进去以后，上面这是个门，阁楼呢，它有一个小的梯子能上去，一个小的梯子。它因为在江边这种建筑啊，它为了防潮，对，它为了防潮，都是在上面，下面不住人，下边就是说立柱，为了防潮，就是在上面再建一栋一层，那样去住，就是横的、竖的，就是横的线、竖的线，这样去变化。这是我们说的啊，就是说它是这个会说我们阳台是一样啊，在江边有个灯，然后整个勾完以后，我们再勾这个竖线。铺瓦的时候还是啊，先勾竖线，这样瓦是怎样排列，就按竖线的这位置去排。勾完竖线以后，我们勾横线，去勾横线。我们下边呢越来越虚，它因为掩映到这个树的后面。我们这个有的是在水里面，有的在水
水边的这种滩涂上，建在这种滩涂上。我们勾一些滩石，就是说水边的这种大的石头。有的可以画结构啊，有的不用画结构。我们可以用侧锋画一些这种河边的这种这种扁的这种石头。哎，画一种扁的石头，让这个建筑在石头上面。这边呢可以在水里面。这边我们要一点画一点就可以。要把这个芭蕉叶我们要闪开，注意这芭蕉叶要闪开。我们这边这是比较密的东西我们这一块整个就是画成一种特别淡的、特别虚的一个远山。一个小的芭蕉叶，把它补充一下。这块比较空，我们补充一下。胶带补充一下这一块它空的地方，我们注意一下，可以用芭蕉叶补充一下。这我们就是到了江边会有船，我们画一个简单的一种平底船。来看一下这种船，也是淡墨，先勾这个结构线。我们是这个船是这种方向的我们先要把这个船的这种方向先一定要确定一下。如果我们感觉直接画的时候，如果觉得我画船怕画不好，怎么办呢？我可以用探条，轻轻的勾一下，就勾出这个船的位置。我们勾完以后，觉得好，觉得这艘船放的位置对了，我们就直接按照我们探条勾的也去勾。如果觉得不对呢，我们再改。这是初学者的时候可以用探条大概的起一下这个稿。那我们先画这个结构，上面的再画后边这个结构，这样画个这种形状，再画船舷，这两条线就可以。再画船舱的部分，船舱的部分，这就是一只小船。觉得单调呢，我们再画一个不同方向的，也是勾上面的结构以后，勾结船舷，勾里边的船舱，对吧？这就是两只小船。
勾完小船以后，我们给我撑杆，画的时候撑杆，把这船固定住，对吧？把船固定住，这可以。我们可以用淡墨，比如说水面的部分，我们可以淡墨呢稍微的轻轻往下擦一个倒影，就是说我们那个房屋的倒影都可以。用淡墨、干笔、清扫，就是侧锋，轻轻的扫一下，就水的倒影。还有呢，还有我们船的倒影，船的倒影也扫一下，把这个船的倒影画出来。下面我们第一次的出具墨稿，我们就可以就构成这样就可以。我们上这种颜色的时候，也是啊，上颜色先树干的部分。每次啊，我们都是先树干的部分。我们赭石，用赭石调一点赭石，不要太多，我们一点赭石就可以。大家看一下，一点赭石。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时候啊，用赭石的时候，都是要加别的颜色在里边，让那个赭石的颜色，就是说它不是纯的赭石，就是说加一点黄色，或者加一点朱标，让赭石的颜色呢，它有一个变化，不是单纯的一个赭石颜色，可以让它偏黄一点。我们先染树干的部分，要淡一点。树干的部分，我们先把树干的部分渲染一下，整体的渲染一下啊，整体的渲染一下，很淡啊，不是那个赭石颜色不重，很淡。都渲染一下。我们画的这个树的墨色有变化，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也要有变化。我们单钩的部分，这种单钩的也要顺着我们树干的部分，用赭石渲染一下，渲染一下。这个现代画啊，为什么这个我们学得快，好接受？它因为它这现代化的时候，它这个画的东西啊比较随意，可以随意一点。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样画就怎样画。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说我就要按什么什么这个定的那个传统的那种构图去画。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画什么。可以，然后我们先上夹叶的部分，夹的部分我们调一种绿色，这是藤黄，这是藤黄，加点三绿，看这藤黄的部分，调一点三绿，这是三绿的颜色，加点三绿。
可以加一点什么颜色呢？大家看一下，加一点珠标进去，让这颜色呢，它这个本身呢，它这个三绿黑藤黄，它加到一块儿，调的颜色比较冷。我往里边稍微加一点珠标，它的颜色呢就偏一点暖色调。大家看看是不是？它这种加一点藤黄，加点珠标，它这个颜色就偏一点暖色。我们也是从竖尖的部分开始染，特别薄的颜色，不要重，一定要薄薄的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也是北尖的部分占的颜色，我们上在墨重的地方，先染前面的部分。下边的这个重的部分，这个在我们颜色变淡了以后，我们顺势就染下面的看淡的部分颜色，它自然就淡下来。清水调一下颜色，再从上面往下渲染。对不对？大家看这颜色，它也有个变化。颜色重的部分，这颜色淡的部分，它是有变化的。我们这个芭蕉怎样去上？芭蕉呢，让它稍微的偏一点青绿色。我们可以用这个头青，不是头青，可以用头绿啊，不是头青，是头绿，淡一点的头绿，不要重，把你头绿啊加这个清水加多一点。这种颜色让它偏青绿色，偏青绿色。沿着我们这个叶茎的部分，就是中间这个叶茎的部分，我们这样去染，这样从中间两边分，这样去染。这前面种的叶子加清水，就是头绿啊，加清水。这个藤黄加花青，它的颜色啊，调出的真绿颜色太黄，这种颜色，我们可以打底可以用。我们要是说传统的山水，如果你要画这个家叶的石头，你要用这个花青加真绿，不是加花青加藤黄那种调成那种真绿色去上。我们现代画的时候，它这个颜色不拘于这个传统的那种上色法。这是两种绿色。我们山石呢，它要上一个赭石的颜色，就是裸露的部分，我们要上赭石，赭石。花青，这种花青色，一点淡墨。
啊，可以加一点淡墨。我们画国画啊，其实非常这个省材料的，就是这一点的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一点的就是墨，到现在画完整个一幅画都没用完，很少的，一点的墨就可以。颜色用的也比较淡，调成一种墨青色。我们渲染这个山石的部分，要把我们这个树后面的山石，去轻染一下。后面的呢，后面这个点叶的部分，我们要用花青去渲染，去衬托前面的这个加热的这种绿色，也是从叶子墨色最重的地方我们去染。这种花青，看我们中间这个墨就树枝的部分，我们不要上颜色，我们墨把它闪开了，就是为了让它透气。也要留出这种气孔啊，透气的地方。我们一边上色，一边往颜色里边加清水，让颜色变淡。变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渲染后边的墨色淡的这种点叶部分。这都要用这种墨青色去点染。这是后边的特别淡的一种树，我们可以用特别淡的这种墨青色去点染。上颜的时候水一定要足。这后面这是云雾气，就是我们江边的这种雾气，让它在这个树丛中去穿行，也是用一种墨青色啊，就是花青调淡墨，这种墨青色去染，染出这种雾气啊。让它从这树丛中穿过去。我们上面这个也可以用花青加藤黄，看这种花青加藤黄，我们渲染什么地方呢？渲染我们上面这种小的树枝的部分，也是要点染。这种树，让它有自然的晕开颜色，让它自然的晕开。看这中间也有留的白的地方，透气的地方。这树的部分，我们建筑的部分，先勾赭石，就是说先勾下面的窗户啊，这个立柱啊，还有我们的梯子这一类的啊。
我们不要平涂，赭石我们调个淡的赭石，看一下，调一下赭石，笔尖的部分我蘸一点，先染窗户的部分，这个树干，这个柱子怎样画？这样去沿着这个结构线，我去复勾一下，用颜色留出这个白墙的位置，对吧？这种轻轻的复勾一下就可以。这个也是这样啊，这个也是这样，勾一下这个结构，这种结构，下边这种都是木质的啊，所以说都要用赭石去勾，都是木质的。我们小船也用赭石渲染一下，渲染一下。瓦的位置呢？瓦的位置是用花青，用花青去渲染，因为都是就是说江边的那种瓦房，所以都是那种蓝色的偏灰一点的这种瓦，我们就用花青，花青染，渲染一下，这样就可以。山石也是，就用花青渲染一下就可以，让它的颜色呢有个，不要说整个就是特别干的涂上去，哎，水分大一点，让它一个自然的晕开，自然的晕开，感觉就是水边的山石水分特别大，水的倒影也是用这种花青加一点的淡墨，看花青带的淡墨调成那种墨青色，染一下倒影。下边就是远山，你可以用太青蓝，这是太青蓝，不要用花青，花青这个颜色呀有点重，我们就用太青蓝，特别淡的太青蓝，画一点比较虚的远山，比较虚的远山。我们在这个位置比较虚的远山，水分要大一点，让下边用清水
用清水凿一下，可以。这是一个近处一点的一个远山，可以单独的。特别淡的颜色啊，特别淡的颜色去渲染，然后下面用清水把远山虚下来，我们不够的地方，你看，就现在我们这个云丛，就是树中的这种雾气，我们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用这个花青加淡墨去渲染一下。这后边的点叶树的部分，我们也要渲染一下。但是我们中间啊，这种树杈中间这种透光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留出来。这种花青色渲染。在我们芭蕉叶的时候啊，画芭蕉叶的时候，我们上了一遍这个头青薄的头青的时候啊，我们趁它未干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头绿啊，我说不是刚才说错了，是头绿啊，不是头青，头绿。我们可以用这个头绿印的是那个叶茎的部分，勾一下，轻轻勾一下，让这叶子它有个这个叶茎的部分颜色重，离着到叶这个边期的位置，它颜色就略淡一点。它这个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干，趁它就是不干的时候，半干不干的时候，它颜色呢有个自然的一个晕开，有过渡。赭石，我们它那还有点赭石，上到这个山石的部分，我们加染一下山石的部分。我们觉得颜色不够啊，如果觉得颜色不够，我们可以加第二遍。我们第一遍已经上过一遍了啊，特别薄的颜色我们上了一遍。我们可以用这个再调一点这个头绿、藤黄，看着啊，头绿、藤黄，还是加这个珠标啊，这有一点点的珠标，不要太多，一点点的珠标，让这颜色呢稍微偏一点暖色，稍微偏一点暖色。如果是藤黄和这个头绿呢，这个调到一起的时候，它的颜色偏冷，我们加点珠标，它颜色就是偏暖色调，这种绿比较舒服。可以在树尖的部分，我们稍微加点颜色，加点颜色。但是我们透亮的部分啊，我们亮的部分，就是说中间树杈透亮的部分，我们还是留着它，让这画面一种就是说清秀、清澈这种感觉。花青，用花青，有山石，
再提一部分，山石要提出来，这样前面的树干，哎，我们就说和后面的山石，我们这种层次感就比较明显。看我们透亮的部分啊，这个树干就是和树叶之间透亮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留。这样这画面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树画的特别多，但是它的空间感特别丰富，这种纵深感，一层层的纵深感，就是在这种漆眼的这种透亮的这种处理的方法上。那喜欢那个山水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拍小王他的1号课啊！因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是一个福利价，99就可以把老师这个299的课程拍到手，里边有60幅作品的啊，朋友们，想想60幅，我们可以画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风景来，春夏秋冬的场景，南方的场景，北方的场景，包括我们的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些名山名川啊，咱们都会在老师的这个课程里面都会有涉及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拍1号课啊！1号课里面是包括60张老师的泛画作品的一个全课程的讲解，加30节我们的分解基础课程的讲解。小白零基础的朋友也可以去入手，里边有很多的分解内容啊，给大家讲的特别的详细。1号车直接去拍，直播间拍的话是99就可以拍到了，跟老师一起去打卡60天，我们把这60幅作品都去过一遍。相信您回头再看2个月以前的自己，肯定会有很多的收获的啊！